我都不明白你们怎么看的。这绝对是鉴宝史上最大的失误。王刚一时失手，竟将已经价值1500万的古董给砸了个稀碎。之后，鉴宝人更是将整个节目组给告上法庭，而王刚也因此次事件被无限期停职。事情的起因是一位藏友带着自己花费了224万元才从日本拍到的藏品，自信满满的亮相鉴宝节目，请专家鉴赏一定真假。我这缸呢是从那个日本一个拍卖公司买回来的，当时花的和3000万日元和224万人民币吧。他这个东西是没问题的，王老师，可以让各位那个专家看一下。哦，您自我报价是多少？自我报价应该在1500万。持宝人对藏品的自信几乎写在脸上，步履间满是笃定。可王刚却神情淡漠，连基本的尊重都伤了，竟径直伸手把宝物搬向观众席。那一刻，持宝人心头一紧，仿佛看着一场价值1000万的冒险正在上演。王老师，你慢着，哎，你放心。啊，很显然，王刚对这口缸毫无敬意，任凭持宝人几次提醒，也丝毫没有收敛，反而继续随意展示拿捏姿态。就在这时，一位嘉宾更是未经鉴定便妄下定论，信口开河。哎呦，这个好像是克隆那个的，但是这个呢，比那个真家伙还大一点。但它里边呢，感觉好像不够光，明显的有凹凸，底儿呢比那个脏。但是落款好像比那个清楚。弦外之音无非是在讥讽这东西根本不值钱，但语气中带着几分轻慢，几分断言，仿佛真相已定。持宝人听得脸色骤变，再也压不住怒气，情绪瞬间爆发，现场气氛也随之骤冷。看你那个是这个著名的主持人哈，你看对这个主持您是专业的，对这个瓷器我看你是个外行。正所谓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外行插嘴只会贻笑大方。持宝人冷冷回击后，随即开始介绍这件藏品的来历，字句间透着底气，仿佛要用事实把那些轻佻的臆测一一碾碎。因为我这个买这件瓷器都有来历的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是在大阪一个同梦拍卖会买的，我们就5个行家就买这件瓷器。他先稳稳出招，一句比一句狠，直戳对方装腔作势的软肋，随后理据齐上，渠道清晰，鉴定有据，专家签名一应俱全。这哪是藏品展示，分明是现场打脸。几句话下去，嘉宾脸色青白交错，尴尬的连呼吸都显突兀。可笑的是，真理摆在眼前，他仍死不认账。您就认为就一定是真的吗？不是说我认为是真的，这100%是真的。您自个儿还是不够自信。前些日子不也披露吗？个别拍卖行也拍出了，偶尔也拍出假的。看来嘉宾是铁了心要把赝品这顶帽子生生扣死。眼看两人之间的火药味愈演愈烈，主持人王刚非但不劝，反而顺势添柴加火。不是偶尔啊，很多拍卖行也很多假东西。当然也有个别的行，比如有托、假拍、拍假。两人你来我往，像在合演一出贬值大戏。几句话就把价值1500万的宝贝说成了地摊货，不是赝品就是冤大头，活像在公审傻子。眼看真相还没揭晓，却已经被他们指控。一位资深鉴宝专家终于忍无可忍，沉声出手，言辞锋利，为持宝人证明。孙先生，您在那个大阪的什么拍卖会？同梦拍卖会。同梦啊，对，同梦在大阪呢，确实是有个拍卖行。日本的这个拍卖公司呢，很保守的，不大容易去弄一些赝品来拍卖。鉴宝专家这一番话，当场打了王刚和嘉宾的脸，两人神情僵硬，气氛骤冷。持宝人刚露出一丝笑意，却见专家话锋一转，语调一沉，风向瞬间逆转。而且我不知道他真的是从那个同梦来的。这位专家心有不甘，却也心知肚明，王刚不好得罪，只能打着客观分析的幌子模糊带过。谁料这点犹豫正落入王刚的算计之中。这个是不是同梦？哦，我一般的拍卖都有签儿啊，不是，你给撕掉了？不是，这个一般回来肯定都得撕掉啊，说实话。王老师，这点跟我的习惯恰恰相反，我一般是不撕掉的。离谱至极，名气再大，也不该把舞台当成自家后院，更不能拿个人习惯当成评判标准。更可笑的是，这还是头一回见到鉴宝不看宝物真伪，偏要盯着标签下结论。王刚这套鉴定法可真是开天辟地的独门外力。就在众人屏息以待结果时，他又抛出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，彻底把悬念推到了顶点。生死文书签过了啊，签过了。按照节目规定，持宝人上台前必须签署免责协议，若鉴定为真，可获赠纯金金牌；若为赝品，则由主持人当场砸毁，概不追责。即便如此，持宝人仍信心满满，坚信自己的藏品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脱颖而出。因为我自己的东西
我自己有底，这东西绝对是真的。再一个呢，古时候呢有个司马光砸缸，今天呢王刚老师是不能砸缸的。接下来的画面几乎让持宝人当场崩溃。王刚一手翻开鉴定书，另一手却松开锤子，重重落下，价值千万的宝物瞬间被砸得粉碎，惊呼声此起彼伏，现场一片哗然。持宝人脸色铁青，怒不可遏，抱起破碎的缸，径直走下舞台，质疑声震耳欲聋，直指鉴宝团的专业水准。怎么看着你们？面对持宝人的怒火，王刚和节目组无人道歉，反而态度嚣张，仿佛砸碎的不是别人的心血，而是理所当然的道具。可谁料这份傲慢终将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。